美西方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加深外界对能源短缺的担忧。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达成协议，决定额外增加原油供应。由于国内汽油价格飙升，导致高通胀的美国对欧佩克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白宫方面还一度释出，美国总统拜登将前往中东，尤其是要去此前撕破脸的沙特与王储进行会面。不过，美政府官员最新披露，拜登的中东行将延后至7月。据路透社此前报道，拜登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次访问可能会安排在已经列入计划的以色列、德国和西班牙访问之旅中。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周五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话披露，拜登中东行被推迟到7月份。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中东行的相关消息连续几天出现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头条位置。美媒之所以如此关注拜登此访，是因为他和沙特王储的关系颇为尴尬。早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拜登就曾因《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事件扬言，让沙特变成真正的贱民。The CIA has concluded that the leader of Saudi Arabia directed the murder of U.S.-based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The State Department also says the Saudi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executing nonviolent offenders and for torture.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punished senior Saudi leaders. Would you? Yes, and I said it at the time. Khashoggi was in fact murdered and dismembered, and I believe in the order of the Crown Prince. And I would make it very clear, we were not going to in fact sell more weapons to them. We were going to in fact make them pay the price and make them in fact the pariah that they are. 拜登上任后，美沙关系更降至冰点，特别是受俄乌冲突的影响。3月份开始，全球油价开始飙升。拜登曾主动接触石油巨头沙特，希望能够说服其增产，以遏制油价持续上行。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尴尬的是，面对拜登打来的电话，沙特王储竟数次挂断。这两国曾保持近80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今却进入了最令人担忧和最不确定的时期。然而，拜登如今面对诸多内政外交问题，包括国内油价高企、巴以冲突和伊核协议等，都离不开与沙特合作解决，这让他不得不低头。美媒称，连月来，拜登一直想方设法与沙特王储搭上关系。他的中东高级顾问布雷特·麦格克和能源问题特使阿莫斯·霍赫斯坦在利雅得进行了一系列低调的访问，力图为双方的会面铺平道路。经过美方持续的努力，沙特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在拜登延后中东行的消息曝光之前，沙特刚刚解决了拜登的2项优先要务，一是协助延长在也门的停战期，另外就是松口同意增产石油。以沙特作为主要产能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4正式宣布增产，将其7、8月石油供应增加幅度扩大至50%左右。美方立刻对该组织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表示欢迎，称赞沙特在欧佩克达成共识和促进增产方面起到的作用。有白宫官员称，欧佩克扩大增产是拜登政府任内美沙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因为近1年来，即使油价曾逼近历史最高位，沙特也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增产呼吁。这次是沙特的重大转变。观察指出，欧佩克的决定是在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涵盖石油禁运，加深外界对能源短缺的担忧而做出的。但国际原油市场不降反升的反应却显示出，欧佩克增产难以弥补俄罗斯产能空缺，因为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欧佩克中仅有沙特和阿联酋拥有剩余增产能力，即使这2国能够向市场投放更多石油，投放量也有限。沙特当下生产水平几乎与2020年4月基本持平。如果考虑到俄乌冲突继续等因素，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被扩大。美国其实比较早的就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那欧盟其实第6轮制裁也是对俄罗斯实施了这个能源的禁运，部分的能源主要是石油。俄罗斯它是作为全球的这个油气的主产国，包括它产量、储量以及出口量都是非常之高的，它日产原油差不多
1100万桶啊，一多半是用来出口的。那这些其他国家很难弥补这个巨大的这个产出缺口。即使是说沙特适当的增产，其实它也要平衡跟欧佩克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增产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时间。也需要限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即便拜登妥协出访沙特，也很难达成其主要的2个目的，即降低油气价格以及孤立俄罗斯。那沙特它是一个石油的主产国，对吧？那你高起的这个油价，它有利于它的财政收入，有利于它的外汇收入，有助于它的沙特的经济。第2个方面呢，其实。那沙特它其实也要平衡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尽管俄罗斯不是欧佩克成员国，但是它是欧佩克加成员国。那俄罗斯不管是一言九鼎，它说话是算数的。尤其是近来，那这个沙特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断的交好的。那如果是美国硬压增产，其实它是损害沙特的利益，损害欧佩克国家的利益，也损害沙特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利益的。而对于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来说，向沙特伸出橄榄枝，盼其增产，主要是为了压低美国内居高不下的油气价格，缓解高烧不退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去年4月到今年4月，美国物价上涨了8.3%，不单是汽油、食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同样飞涨。拜登周五在特拉华州就美国5月份就业报告发表讲话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抗击通胀是其首要经济任务。除了美联储方面之外，他还计划降低美国家庭生活成本和联邦赤字来应对通胀。然而，美国智库研究结果显示，比起拜登提出的几项缓解通胀的方法，最立竿见影的恐怕是降低对华关税，能够立刻将通胀率有效降低至少1.3%。而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以来，美国的进口商已经为美中贸易战引发的关税支付了1365亿美元，这些成本主要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不过，面对美财长耶伦以及诸多经济学家、业界人士呼吁降低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的呼声，拜登却展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实际上，美国总统在关税问题上具有一锤定音的权利。美媒认为，白宫内部就是否削减对华关税争吵不休，是拜登举棋不定的主因之一。此外，美媒上周五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他担任总统来的最低点，只有约39%的美国成年人认可其执政表现，同1个月前的45%相比继续下降。刘英认为，持续低迷的民调让中期选举压力紧迫的拜登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降低对华关税的决定。尽管他口口声声地说控制这个通胀是他的首要问题，但实际上背后可能他更关注的是他的政治问题和选民的选票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其实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摩擦，其实它是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尽管它的这个高额关税，其实既不利于它的经济它也不利于它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它的这个通胀的解决。但是它是能够遏制中国的。尽管这个损人不利己的这个招数和策略，但是美国还始终在坚持。